在北京没有这么好好看过花，过敏太严重了。为什么到这儿来不过敏了？好神奇！他们都在闯红灯哎。没有吧？哦，那老太太骑个三轮车，比谁都猛，撞上算谁的？走。看一眼地图，看看地图吧，看看地图。是不是走过了？你是不是带反了？文庙不在北边，在那个，鼓楼那边。我刚才看那个票上面显示是在北边。那票上画的是示意图。走。我们骑了几分钟？19分钟，4块钱。是中间在研究墨迹的，要不然很快就到了。这么点距离，也就出不了2公里。这就是鲁班庙，然后那边那个临清门的样子那儿是那个文庙。先去哪个？先去鲁班庙吧。班庙。天津市文保91年的。拿门票。你看嘛，在白塔寺的这个北边，票上这么写的。这2个抱鼓石都风化的快没了，光溜溜的了啊！他这个小神兽都看不出来是谁了，圆咕隆咚的。鲁班庙10块，谁呀？两边一边一个。革命遗址。好，谢谢。学建筑的都是应该来这儿拜一拜的，是不是？万世工人祖，千秋艺者师，先师殿。先师殿建于清光绪2年，面阔3间，进深4川。我感觉这上面的构件是老的。哦，是呢。建于清光绪2年，1867年。他说修建这个庙是用的是清东陵所用的木材的余料。离得近呀。清东陵所用木材的余料。歇山顶的，这个彩绘应该是新描的。这是肯定新描的。里边大梁那么粗壮，原来是东陵的下脚料。公输子庙。再看看东陵的料。清东陵的料太大了。就说这个好粗壮呀。它比较粗壮，但是梁思成说明清它的这些料的比例其实并不好，只是看着粗壮，它的比例对它的受力来说并不是最合适的一种比例。你看这个样子匠，就是那个画模型设计师，样式雷画图样样子匠，瓦工瓦匠，这不是画线的吗？这个家伙。对。这里边灌墨，灌上墨之后拉线，线从这墨一过，就是那个线拉直了，然后起来这么一弹，对，那个墨线就画下来了。对。台湾台北莺歌镇。巧圣先师研究学会，人民币1200元。2005年。这是台湾的新北市家具商业同业工会。刚才那边也是，那个是北京的建筑公司。2004年莺歌镇600元，那边05年。是06年。06年。桃源县龙潭乡巧圣先师会。这是台湾。96年乾隆40年。这个早。台湾的那个先师庙。祖师庙。你看那边建筑就是翘眼儿、飞眼儿。这个也是桃源县。上面也是台湾。2011年。全是这几块匾全是台湾的。是。96年。
花莲县。啊，这么远过来。就这一个匾是北京的，嗯，北京的公司，其他全是台湾的。是，昨天下午有一个老人也是台湾的，对，在房车看见他们跟前房车还聊了会儿天儿。嗯，他也是有一个露营车，台湾叫露营车。就是房车啊。总体来说，台湾对传统文化的那种保存和敬畏心比大陆更好一些。这还有个也是啊，巧圣先师庙，台中，外面还有碑呢。这个是光绪2年的时候建的，然后这个碑是光绪3年。看看有没有整段的话。这边反正读不清楚了。有个重修这个鲁班庙的碑记。不是吗？始建应该更早，始建肯定会更早，因为济州的历史可能比鲁班还要早。都是中间断的。重修，供需公料银3500两，1800两，200两，这都是大户啊。诗银1800两啊，但是厂，你看这是万泰牧场啊，都是家具厂，或者是盖房子的那些当时的企业。这边都是人了，3两1两，这还刻得挺清楚的啊。这块碑确实没写时间。鲁班庙简介。鲁班庙又称公叔子庙，城内鼓楼北大街东侧，始建年代不详，现存是清代重修的。你看，院内存石碑2通，一为重修公叔子庙碑记，一为功德碑。有雷廷昌，样式雷的第7代传人，他与父亲雷思启先后为咸丰、同治、光绪几位皇帝和慈禧等兴建陵寝。看这上他店里，这儿画出来了。50两，个人捐50两还是挺多的。这些都是厂，和局，什么和局石银1800两。梁思成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定位独乐寺的传世价值是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是研究中国建筑发展和营造法式的宝贵资料。这有关于鲁班与独乐寺的传说。相传独乐寺创建之初，观音阁梁架之好，正要钉雨船，来了一位白发老者，他说：“我也是木匠，出门断了盘缠，请赏口饭吃。”工匠们便让他一起用饭。老者夹着菜尝尝，说：“盐短。”有人给捏了撮盐。老者再尝，说：“盐短。”抬眼一看观音阁，摇摇头，边走边念：“盐短。”做饭不放盐儿，兼修尉迟敬德闻之，猛然醒悟：鲁班爷点化我等，船头出盐太短了。果然将船放长1尺，大阁顿时出盐深远，如翼如飞，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太扯了。民国以来整体被学校占用。因为旁边就是济州一中和济州第一小学。咱们一会儿去那个文庙，文庙就在济州一小的后面，肯定之前也是做学校用的。鲁班庙是被学校占用了，后来罗哲文来看，说是这个建筑可能是皇家建筑，所以申请了一下，最后就恢复了，保护了。保护了。百将祖师，济州鲁班文化展。鲁班约公元前507年到公元前444年，姓公叔，名班。公叔是他的姓，所以叫公叔子庙。你看，墨斗
是木工用以弹线的工具，也是鲁班的一个重要发明。这几个都是有实物的。鲁班的发明，这申请专利就牛了。文庙往西50米，走去文庙看看吧。学校放学了啊，走斑马线啊。冀州第一小学。迎新门。就文庙。对啊，冀州第一小学旁边就是文庙。肯定之前做过学校大门。13年天津市文保。迎新门。4柱3间，宽10米，高4米。泮池没水了。还挺深的。啊。重修冀州文庙功德碑。新的，你看它刻了一半。15000，没时间啊。那边可能是碑记。我知道，你没看它刻了几个字吗？我知道。现在可以捐钱给你补刻上去带。重修冀州文庙碑记。冀州文庙又称孔庙、学宫、州学，始建于唐，历代多有重修增建。清武帝事贬，诗书之盛，香火之旺，京东为冠。清末科举废止，疏于经营，日渐颓废。蓟县人民政府07年。泮池灯银桥。就是这个东西。戏水兽。桥体这些石拱都是老物件，上面栏杆是新的。乡贤祠。鲜于书是谁呀？徐乐，广成子。刻的《醉翁亭记》呀。环出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优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我没背下来。这是初中的时候都背过的，所以你是学渣。那这是一整篇《醉翁亭记》。是。啥时候刻的？有款没？志明董郎。万历丁亥9月。是万历丁亥9月的时候刻的。你看他这个碑留下来的墨，这面有，那面没有。看看那边配点有没有？走。这还有一个功德碑。这是哪年的碑？没有，没写字。没有，只有人名。第一个是原任福什么？福鼎县，有这个县吗？福鼎县知县。乙卯举人，汉军。搞不懂，反正都是人名。这面就剩几个字了，看不清了，石料不好，就剩几个字了。你看你旁边。这是以前的石栏杆吧？石栏杆，可能是判宫边上的，没判宫。泮池的上面的石栏杆。是。你看这碑额写的是捐修绅士齐民，齐民说齐就是清代的事儿了。看看这屋里，名宦司就是这块的大官，反正都是读书人。这边没有碑刻哎，赵普。窦于钧。那个是田什么？畴。田畴，红成畴的畴。这个树龄都275年了。大成门。那后面应该是大成殿。大成殿。
这有碑，乾隆的碑。这个刻的好清楚啊。程子四真，后面没字儿。验水壶，乾隆赐名的。相传文人若饮此水一杯，便会文思如泉，用此水研墨，更能笔下生花。古时学子应考之前，均到孔庙拜谒孔子，祈祷神灵，求取圣水，期盼好运。验水壶，就是个水井。那说个壶字儿，我还以为哪有壶呢。这也是块碑，这也是乾隆的。明，同日月那个明，明的一体字。在明德，在明德，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这是于字吗？啊，止于至善，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之，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废除了繁体字之后，太难了。那边还有一个大碑。去那儿看看。莫要高声语，恐惊读书人。这个大成殿是硬山顶。刚才那个鲁班庙那个殿还是歇山顶呢。渔阳重修宣圣庙学记。那上面碑额上写的是重修宣圣庙碑。落款看不见了吧？风化没了。后面没字儿，也不知道是没字儿还是完全没了。这个是康熙的。重建冀州学宫碑记。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前太子少保、本部左右侍郎。我天哪，头衔忒多了，这打个名片得好几样儿。康熙4年，我这一不过敏吧，我就觉得春天顿时就觉得好了。大成殿又名文宣王殿、圣宣殿、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给了帝王的待遇。这料明显没有鲁班庙的料大。它就是殿大，你说料子没那个好是吗？这些会不会是曲阜孔庙的行迹图？有可能。问礼老聃，泰山问政，观其论道，有教无类。这些像是行迹图，那边就是传几个成语的。那这个墙肯定新修的，之前直通学校的，被学校圈了。那边是冀州一小，没准是校长办公室。两个配电都不开，感觉这个碑还挺好看的。好了，看完了。关注1毫米足迹，跟我们去旅行吧。